Hello， 大家好，欢迎收看新一期的酷酷聊，我是小侯。Hello， 大家好，我是拉姆。那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嘉宾是瑞哥和菲菲，欢迎，给大家做个自我介绍吧。我先 ，Hello， 大家好，我是 Yuri 瑞哥，大家也可以喊我瑞瑞，欢迎，欢迎，很高兴来到这个现场。Hello， 大家好，我是菲菲，我是35岁的一个辣妈，然后今天呢也是来跟大家说一说自己的医美变美心得吧。欢迎。那刚刚我们的菲菲也提到了，我们这一期的主题是医美，那到底是医还是美呢？两位就是对于这个问题有什么看法吗？没有了医的美呢，它是一个陷阱；没有美的医呢，它没有灵魂。所以说，医和美是两者不可分割的一个必然关系。就可以理解成类似于相辅相成。是的，它是一个相辅相成的关系。那菲菲呢？就是我是觉得就是我跟瑞哥的想法是一样的。首先医美嘛，肯定是先有医再有美，所以呢咱们就是医的话就平时都是去医院，对不对？所以呢它是比较看重安全性跟合规性的。那医美呢就是在安全性合规性的前提下去变美。对，所以我觉得呢就是医美对于我来说，我更注重的是安全性，然后其次才是我变漂亮的这么一个过程。就是还是得首先有个保障。是的。其实医美这个词好像也是最近几年才火起来的，之前好像在我上学的时候好像还没有这么普遍的流行过，就是做医美这个词，好像这个行为也是最近几年才开始火的。我好像觉得就是从医美流行起来，它的一个主要原因好像是大家的容貌焦虑会比较重，所以才会选择可能就是靠减肥啊，靠化妆，可能满足不了我们现在对于这个审美的需求了，所以可能会考虑去做医美。那我想问一下，两位第一次接触医美是什么时候呢？刚才小侯提到说是容貌焦虑会让大家觉得医美变得就是在日常生活里提到的会比较频繁。我反而觉得可能医美是现在的年轻人越来越想要提升自己，就是无论是从饮食或者说是健身方面来提升自己。有可能对像一些入门级别的医美，光电类的保养类的，我觉得反而是对人的一个提升，并不是说太过于容貌焦虑。我觉得对于医美的这个我们去拿捏的度来说，就是它有很多可以去探讨的一些内容。所以我是从18岁，就是听起来可能会比较就过早的容貌焦虑，但是我是18岁的时候就开始接触医美了。当时就是去拉了个小双眼皮儿，就是这样子开始的。这个很正常，因为我有一个朋友，他就是当时也是，可能他也就17、18岁的时候，当时我艺考那时候，然后他就是可能觉得自己单眼皮不好看，然后他先是去埋线，是吗？那个叫他先是去埋了一个线，然后后来发现就是又变成那双，慢慢感觉又变成单眼皮了，然后他就觉得不行，然后后面他又去割了双眼皮，但是他可能我不知道什么原因，但是他那个双眼皮割的非常非常屠龙刀了，就是他的眼睛需要这样瞪，他才是一个看起来像是正常的双眼皮的。如果他但凡就是眼神稍微松懈一下，就是背上挖，对，超级夸张。然后后面他就是近2个月前吧，然后他又去做修复，然后前2天跟我打视频，我看着感觉稍微好一点了，但是好像这个修复需要很长的时间。对，是，是这样的。就刚才不是说嘛，就是怎么说呢？就是医美这个东西，就还是要先保证安全，然后一定要找合规的医生。他可能就是没有去好的医院，然后也没有找到好的医生，所以呢，就是有点翻车了的感觉。是，还有一个点是审美，对，就是可能你的那个同学，他当时第一次接触，比如说拉双眼皮这件事情，他可能还小，不知道他需要什么样的眼型适合他。我觉得做医美，如果说你提到的这个双眼皮手术，我认为在医美里面算是第3类。第一类的话是不破皮的光电类，第2类的话就是注射，第3类的话
就是像这样子会动刀的双眼皮啊、隆鼻手术啊，或者说是其他的项目。那第3类的话，首先刚才菲菲有提到说要合规的一些有资格的医院也好，医生也好。还有一点就是我觉得求美者本身他是需要一个有自己的主观性的一个审美的，而不是盲目的根据来一个双眼皮，对，盲目的根据医生的一个审美去做。所以说我觉得你的朋友可能就是小的时候去的时候他没有一个自己的想法，可能就是变浅了。对，我觉得还有一个是他可能对于自己，就是他可能觉得单眼皮眼睛没那么有神，他可能想改变一下这个。他就之前没有做好功课，然后不知道什么适合自己，然后再加上现在的就是父母的思想啊，因为我也当妈妈了，然后我和我的朋友们的思想就是嗨，现在孩子长得不好看没关系，18岁送他的第一份礼物是去拉双眼皮。我觉得你的朋友可能就是当时也是，就是父母应该也是支持，然后包括其中有很多艺考的同学也会有这样的需求，比方说去拉个双眼皮啊，然后做个近视眼手术啊，然后箍个牙这种。但是大部分呢，就是像17、18岁的，就是孩子们不应该这么说，17、18岁的青少年们，对，青少年们，他们可能对于自己的美的需求就不太了解，然后也没有审美在，然后再加上父母呢，其实更没什么审美了，因为父母这一代人的审美跟咱们其实是断层的。然后我比方说跟我妈讲什么 K-pop 这些乱七八糟东西，我妈是听不懂的。我觉得即使现在的父母可能是70后或者80后，但是呢，跟00后啊，包括现在的审美也是有断层的。所以就像刚才瑞哥说的，就是美很重要的一个东西。确实。哎，那刚刚那个瑞哥有说，那菲菲你第一次做医美是什么时候？我第一次做医美的时候就也是上大学的时候，但是就是我不是拉双眼皮，就是我是那个打玻尿酸和瘦脸针。因为就是我当时我想倒推一下，大概是14、15年前，就是我是09年上的大学，然后大3、大4的时候开始做，就差不多11、12年左右吧，那会儿就开始就流行起来了，然后打玻尿酸呀，然后打肉毒素啊。但那会儿其实最多的就是像一些3、5小诊所，然后当时就是不是出了很多事情嘛，就是有人会打那个奥美定还有骨粉在里面，然后以至于有很多就是人去修复啊，或者取不出来，有这种种各种的现象。那近几年呢，就是随着就是医美这个东西变普及以后，然后呢医院呢也正规了，然后医生呢也合规了，包括像现在呢也有更多的材料和更好的就是技术来让我们去在保证我们安全的情况下去变美。其实刚刚2位提到了很多关于医美的一些名词啊，或者项目也好，我相信其实作为像我这样子的门外汉，可能会听得有一点懵懵的。那2位愿不愿意就是像我们或者是一些不太熟悉医美的听众朋友们，简单的说一下医美包括的一些项目大概有哪些呢？比如说有哪些入门级的啊，有哪些更深入更深层次的，或者是哪些更进阶的一些东西呢？瑞哥先来，他比较专业。没有，我觉得在像我读书时候，比如说我高中的时候，大家提到医美，就是会跟整容2个字画上等号，然后整容后面呢可能会带一个整容脸，但是现在医美它已经就是上升了一个 level 了，就是大家去做一些无论是轻医美还是重医美也好，它其实是可以对人的外观就不会像是10几年前那样子的一个整容脸的一个那样子的一个概念了。就是医美它是现在比如说我们可以从入门级别就是一些光电类，像比如说超声刀、超声炮，或者说是热玛吉，或者说是光子嫩肤、黄金微针这一类的项目，都是帮助我们把松弛的皮肤变紧致，或者是说从有痘痘的肌肤把它变得光滑，或者说是原来脸比较黄的皮肤黑色素比较多的，让脸更加的亮白。这些入门级的项目呢，都是对我们的脸部有一个非常好的就是改善的，但并不是一劳永逸，它是需要定期维护和维稳去做的，并不是说你打了一次热玛吉你就能年轻10岁，这是不现实的。所以说这个东西也是需要靠金钱去维持的，审美加上技术加上金钱，还有时间。对，因为它是需要有一些破皮的项目是需要恢复的时间的。那第二类的话就是说到了一个注射。
像比如说我们的下巴注射就是玻尿酸，然后或者说是一些瘦脸针那个成分叫什么来着？那个是肉毒素，肉毒是可以，比如说咬肌。像我18岁的时候刚接触医美的时候，应该就是打玻尿酸和肉毒素。我还记得当时做了很久的功课，就是我是对美是非常有研究的，所以说那个时候我很小的时候就开始研究这个玻尿酸，有伊颜氏都是一些国产的，没有现在那么多。当时就是因为当时的玻尿酸其实不像现在这么多，所以大部分呢就是大家就是尤其是像一些小诊所，他们可能就只是说是玻尿酸，不会告诉你什么牌子。但是像当时那个年代比较多的，像韩国的玻尿酸伊婉 C、伊婉 V， 然后还有像那个瑞兰这些，然后后来才有的乔雅登。对，乔雅登其实是近10年15年左右，我记得印象中才就是大家就是比较就是普遍听说过这些。反正当时我打的时候都是打瑞兰啊，然后伊婉 C、伊婉 V 啊，因为那会儿就是韩国的玻尿酸会比较便宜，然后那个时候也没有华西生物，就不像现在就是有很多我们自己国家可以自产的一些玻尿酸的产品。那个玻尿酸，那我就接着说吧。就说到注射了，注射呢就是像玻尿酸呀、肉毒素呀，还有现在最近这几年比较火的胶原类的产品和再生类的产品。那胶原类的产品，比方说像福曼啊这些，就是填充像泪沟这个地方，如果你有这个泪沟啊，这个地方可以填这个福曼。然后呢，还有一些呢，就是属于刺激胶原再生类的产品，比方说像爱素菲、素颜萃，也是这几年比较火的再生类的一个产品，童颜针这些。对，它打到你的皮肤里的话，可以让你的皮肤，有的人不是很松、很垂、很泡嘛，就尤其像我们上了年纪30多岁以后，然后生了孩子的，比较有这个诉求，就是可以让你的脸变得紧实，不再抛。然后这个就是第2类，就刚刚瑞哥说的注射类。那第3类呢，就是需要动手术的了，对吧？就比方说像我们可能都会接触比较多的，就是拉双眼皮。对、其实拉双眼皮，对，比较进阶的手术，因为它需要很简单的，它要进手术室，它要进手术室要打麻药的，对，要打麻药的。然后呢，拉双眼皮的话，它其实有很多门道的，就是普通拉一刀是拉双眼皮，但它其实可能还包括了开眼角、内外眼角还有提肌的一个过程。因为有的时候，如果你只拉双眼皮的话，因为像有的人，你可能会觉得他睁眼有一种没神的感觉，就不是说这个眼睛睁开了，然后又感觉像没睁开。那这个时候，这个人可能要做提肌。那还有的人可能，比方说像那个小猴的话，你可能就是可以稍微提一点肌，就是你现在的，如果你要拉双眼皮的话，你可以稍微提一点点。没有，我觉得他单眼皮比较帅。他现在处于就是有一点眼皮松弛了，对，一点点松弛。你还年轻，就是他有一点松，然后有一点要双眼皮的感觉。但是如果说你再过几年发展下去的话，就是随着年纪的增长和胶原蛋白的流失，就是你的眼皮可能会有点松，然后你可能会去皮去脂，然后再提一点肌，然后你的眼睛会比现在看上去再大一些。对，确实，我其实是这个眼皮松，最近几年就是越来越松了。因为他之前早点睡吧。看过他以前就是也不是年轻吧，就是刚上大学时候的那个照片，那眼睛好单，现在就是感觉要单不单，要内双不内双。他就是这样，就是会松，然后就会这样。然后双眼皮其实我觉得是整形当中，就是动刀手术当中，就是最简单入门级的了。其实我个人还有做过下巴的假体，我垫了膨体。对，但是我做了很多年，我是15年的时候做的，因为当时就是打玻尿酸，因为有很多东西是打玻尿酸不能解决的，就比方说打玻尿酸只能会让下巴变长，但是呢，它由于吸收问题就会不均匀，然后它也没有办法让下巴变翘，因为就是材料的问题，所以当时我就做了个膨体。那除了其实我觉得这也算小手术了，因为我身边有朋友还有做鼻子的。然后做鼻子的，就是做那个全脸颧骨内推，就看你摸摸脸。其实我觉得做颧骨内推其实有点可怕，他们就是把这个脸开刀以后，把骨头截下来一截，然后再拿钢钉子给它钉回去。我看过，
我的妈呀！我有一个朋友做了，哇，他脸肿得像猪头一样，但是恢复好了以后，哇，巨美。我觉得好吓人，我觉得很危险，因为我曾经的时候有刷到过一个视频，就是那个视频他是把一个人的头骨，然后给弄成了就是只有肌肉，然后和那个骨骼的那样子的一个3D 模型，然后完了之后是很多人，就比如说我很想去做的就是把这个下颌收一下，我也想过，然后发现他们就是把这块给你拉下去，然后完了之后剪一截下来，就割一截下来，然后再放上去，然后拿个东西钉上。我当时看着我说好恐怖，那个是钛钉，它会跟骨头融合在一起吗？还是不会？它要取出来，哦、它原理就是骨头，就是骨折，只不过在脸上。而且你们刚刚提到的这个削骨的这个手术，在第3类的手术里面，它已经算是非常level 就是比较高的级别，因为它需要的医院的资质和医生的资质，它会要更多一些，必须要有能够就是动骨头的那些医院的资质。感觉这个危险系数也很高，而且还伴随着面瘫的一些风险。这个也是我们要提到的，就是医美它是有风险的，而且我们作为求美者也要自己有判断的标准，以及能否承担这个风险。它是如果说手术过程中sorry 就是手术过程中如果说医生操作不当，或者说是不小心动了你面部的一个神经，它就可能会麻。天哪！而且也会有面瘫的那种风险，是吧？对，如果说是伤到神经了，所以说这个的话就是更加要谨慎面诊，无论是审美这一块还是面诊这一块，我感觉大家就是一定要去注意，因为我感觉很多项目它是有那种不可逆性的。对，比如说像我朋友他割那个双眼皮，好像还可以修复，但其实很多其他的项目感觉做了就是的，比如说你骨头切了就切了没了，对啊，就没了，好吓人。但其实像切骨磨骨的这种手术，它有个问题，就是属于因为我感觉啊，因为我没有做过，然后我就觉得啊，就比方说咱们这个骨骼随着年纪增长，它是在萎缩的嘛，然后皮肤也是在衰老的嘛。就比方说你现在年轻，你可能20多岁做完了以后觉得哇，我现在好美，但是可能就是随着时间流逝的话，你的这个皮肤衰老、骨骼衰老以后，你的脸会其实垂的比普通人更厉害一些。因为你之前比方说你有这块骨头，然后它是可以挂住你脸上这些肉的，然后它其实是符合你整个人体就是脸型的一个自然生长规律的。但如果说你把其中的哪一块给挖下去了以后，那别的地方没有办法代偿的话，你皮肤其实会垂。所以就是我个人是属于那种虽然我很爱美，但是我比较保守的类型，就像这种手术我也不敢做。但是就是如果说你真的有需求要做的话，就要做好，就是以后要持续为自己当时的这个决定去买单，就像刚刚瑞哥说的，就是需要不断花钱的一个过程。就比方说你可能现在觉得自己很完美很 OK，但是可能过了10年以后，然后你会发现自己可能垂的会比同龄人更厉害，其实它就是一个反噬的效果。那刚刚提到第3类手术类的这种整形，还有其他的项目吗？就刚刚提到了什么拉双眼皮啊，但其实我很想问，因为我一直以来都很想去做一个项目，就是打瘦脸针。因为我的下颌很宽，我的那个咬肌特别大，但是我朋友跟我说，就是如果我打了的话，可能我的肉会下垂，因为我是有这个骨头在这顶。我想摸一下，你可以，我的咬肌超大，我给你，这是我没有咬哈，我都能看到，你可能很爱吃，那你用力咬一下，正面来看，它其实没有变太大。就是如果是骨头是吗？并不是肌肉，是骨头。对，因为其实你判断就是瘦脸针能不能打的话，就是如果说你咬下来，你的手绷得很开，绷得很开，而且你的脸就是变宽了很多，那需要打。其实我觉得，而且我不对称，这边要大。不劝人，不劝人，没关系，我就是要自己考量清楚。我已经考虑了很久了，但是不敢去。就是如果说你要打的话，就是想打的话，你量不要打太多，然后你可以多点是分散去打，或者你可以让他给你打下颌缘提升的这种打法，这样的话可能不会让你觉得你的脸那么垂。就是因为我觉得你的颧骨没有很高，所以就是会造成你确实会有你说的这个会垂的情况，但是你可以
以少量，然后分多点式或者打下颌缘提升的方法，你可以到时候专业让医生的帮你看一下，如果你真的想打的话。确实，但是我其实最怕的是我的下颌线消失。不会的，姐，妹妹不会的，妹妹不会的啊。你刚才说的那个是肌肉，他们两个其实是分开的。或者你可以打下颌缘提升呀，那个会让你的下颌线更明显的。你看，就是我如果要去打个瘦脸针，我可能还要再额外花费一些其他的东西，然后让这个更精致。没有，它那个下颌缘提升就是打那个保妥适，或者是打那个细马肉毒，它就是打法不一样。就普通的瘦脸针，就是最早的打法就是一边一针，然后后来就是多点式，就是打多点很多针，然后现在打法可以打这个一圈，就是你可以连这边的一圈的肌肉就一起打了，然后它打完了以后会让你的下颌线更加的轮廓更加明显，然后这样的话，你可以把你的咬肌的部分少打一些，然后打下颌缘提升一些，你就可以达到你想要的效果了。所以刚刚2位介绍的就是医美的一些项目，从轻到重的这些等级，就是首先可能是光电类的，就是对我们的皮肤进行一些管理，或者是一些面部提升的一些项目。第二种可能就是注射类的，就包括肉毒啊，或者是玻尿酸，进行一些结构性的改造，比如说可能翘一点啊，或者是下巴长一点啊之类的，或者收一点，或者脸饱满一点，咬肌小一点等等，结构性的一些改变。那第三种可能就是刚刚提到的手术类的，包括吸脂啊，就是腿细一点，就是很明显的让自己外观上有一个很大的变化，很明显的变化，就是走捷径嘛。对，用科技的方法改善一些身材上的不满。那我们就是从这3个层面分别的就是展开的先简单聊一下吧。就可能从光电类的这个项目当中，就最近我是刷到一条新闻，就是说他们去突击检查某美容院，它的那个超声炮的这个仪器，好像它的资质是不适合适用于脸上的这个项目，但是好像很多地方都会这样子操作，不知道大家了不了解这个事情。就是我是生活在上海的，然后据我所知，我的一些就是开医院的一些朋友，或者说是一些老板，他们会说，其实超声炮在国内之前是从来没有合规过的，也就是说没有医院是。就国内根本就没有批准超声炮是可以正常运行的，但是我也不知道为什么22年、23年的时候这个风特别特别大。当然，我作为一个走在求美前线的一位女生来说哈，我已经就是替大家尝试过了。我觉得超声炮它的即时效果和远期效果，我觉得都很一般。这种项目让皮肤收紧也好，或者是提升也好，它的基本原理是什么呢？加热。就是靠热刺激皮肤收缩。是的，它其实就是超声炮也好，热玛吉也好，它们这些光电类的仪器都是通过热原理让皮肤达到收缩。超声炮呢是超声原理，它是通过高热聚焦超声波，然后呢作用到你的皮肤深处，然后让你的皮肤变紧，然后不同的温度就可以有不同的探头，然后就可以达到不同的皮肤深度。比方说像我们的皮肤表层还有筋膜层是可以达到不同深度的。那热玛吉是单极射频，所以呢在做热玛吉的时候，那么后背上会被贴一个那个就是极片，它是单极射频嘛，但是同样的原理都是通过加热把我们的皮肤变紧致，然后让我们的皮肤通过加热以后损伤，然后它再重新生长，其实原理是一样的，都是热原理、热效应原理。是的。身边还有比我还丧心病狂的朋友，全身美白，然后打了那个就是热的，然后全身烫伤了他是做他是我知道了，他应该做的是那个翠绿宝石那个机器，然后全身做的那个，反正也是一个热的东西把胳膊这边给烫红了。天哪！是加热时间过长还是反正是操作不当，就是可能医生操作不当，或者就是他可能就是有各种可能性吧，但是其实也并不是意味着你去了正规医院有正规医生，然后他就会100%不会出问题，因为每个人是有个体差异的。就比方说我有一个好朋友，然后他之前一直都不知道自己青霉素过敏，然后直到有一天他就是
就真的是他就是身体出问题了，然后去医院看急诊，然后医院不知道给他直接用了青霉素，然后发现他就是赶紧给他抢救，你知道吗？本来他事情不是很大的，然后结果就去抢救，然后那个时候才知道自己青霉素过敏。因为每个人的体质都是有差异的，就可能这个东西打在我身上没有问题，就不代表打在你身上没有问题。包括像热效应也是一样的，就比方说这个能量值，比方说普通人的适用范围是30到50，我打个比方来说啊，然后可能我们打30都没有关，就是你们打30都没有关系，但30打在我上就会烫伤，这个就是每个人个体差异的问题。对。但是全身美白我也有做过，就是我打过美白针，还有像刚刚他说的，就是仪器的光电美白加刷酸，我也有做过。说实话，确实是有一定变美的效果，但是每个人变美的极限不是说吧，就是你胳膊肘里最白的那个部分嘛，就是不可能说再去超越有多白。对，也就是这样了。就是如果说你想追求一个不属于自己身体的白，那其实是不健康的。那像我这种天生黑的，就打了也没用，是吗？就是只能白到你身体里面最白的部位，你可以看看，你看就是胳膊肘里面，对，还有大腿根儿里面，你身体最白的部位是多白？这个就是你基因自带的，就是你基因自带的，好像还是黑黑。那你就不要浪费这个钱了。然后我刚刚说的那个光电类项目，其实我好像之前就是有一段时间容貌特别焦虑的时候，我就觉得自己脸有点垂，然后我就想做一个提升类的项目，想让自己的脸紧一点。然后当时我也是正好去韩国去旅游，然后当时不是说韩国的这个医美产业特别发达嘛，然后他们就有一个项目叫 Face 2， 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这个项目。 Face 2是我说错他的名字了吗？我不记得。一个是 Onda 特别火，还有一个是那个叫什么来着？另外一个特别火的不是 Photona 吧？应该也不是。还有一个除了 Onda 以外，在那个泰迪生。我不确定啊，但是反正不重要。你当时的诉求是什么？我当时的诉求就是，我觉得我的下颌线很不清晰，我想让它紧一点。然后我就觉得我的嘴角很下垂，我想让它往上提一点。他是给你做仪器还是针剂？仪器，就应该是仪器，但是反正不是 Photona 就是 Onda， 要么就是泰迪生，反正韩国就流行这几个，还有一个钻石超速，就这4个。但是我想分享的就是，当时我不知道它的原理。就是我只是盲目的听，就是别人说这个项目好像挺好的，挺适合就是脸部提升类的这个项目。然后，但是我本身我的皮肤特别薄，特别怕热，特别敏感，所以它那个打在我的脸上之后，我的脸就是特别烫，而且红了很多天。就所以说，可能就是像刚刚菲菲说的，有些项目适合一些人，但可能就不适合像我这样皮肤很敏感的人。对，就是我对热的忍耐力特别低，所以大家做这些项目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对，而且就是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因为我自己也经常去韩国，然后刚才聊天的时候，瑞哥说他也经常去韩国，然后韩国有好处有不好的地方，就是我这个人比较功利的态度，可以都跟大家说一下。其实韩国比较适合非常了解自己要做什么的人去做，就比方说我对自己有了解，我知道自己皮肤敏感，我就肯定不会去碰那些项目。然后我也了解针剂，知道我应该要打什么，然后大概要打哪里，然后哪里要打多少量，这样的人比较适合去韩国。韩国的优点呢，就是在于它的其实医生经验真的挺丰富的，因为我去过韩国很多家医院，他们都去找我探店嘛。然后韩国的医生经验很丰富，这是之一。第二就是有很多国内就是没有合规的仪器，比方说像瑞哥刚才说超声刀啊这些。然后第三呢，就是韩国这边确实就是很快速，而且也不会过度推销你。比方说你就想打这项目，咔咔给你打完就走了，这是韩国的优势。然后韩国也有缺点，韩国的缺点在于，首先最大的一个缺点，以及现在市面上出过最大的问题就是客诉很难。如果我是韩国人，我在本地我医美出问题的话，他们会客诉很快给你解决掉。但是如果说你是中国人的话，因为我们维权比较难，对维权比较难，因为就是你只能通过你的就是中文客服来给你维权。但是前2天我有一个朋友就是在韩国做医美，有一个这样的情况，就打玻尿酸，然后给他打坏了。这个打坏了也并不是意味着说是医生一定有问题所以给你打坏，也有可能是因为其实就像我们比方说写字或画画一样，每个人都是有失误的概率的，它其实就是可能到你这儿刚好失误了或者没打好，其实也不能太怪是医生的问题，对吧？也有可能是医生误判了。然后结果呢，就是如果说这个事情在
就咱们当地的就是这个，你去投诉的话，肯定就是去投诉能很快给你解决，甚至可以给你双倍赔偿。但是在韩国的话，你知道我朋友最后拿到的赔偿是什么吗？那个中文翻译跟他说，既然这样，他就是打那个下巴这个多了一块，就是多出来，这块多出来就很难看啊，这个地方多出来一个像肉瘤一样的东西啊，那女孩子谁可以接受啊？结果那个翻译就说啊，那你这样吧，你在国内去打个那个溶解酶，对，然后多少钱开发票告诉我，我把给你报销了啊，就是这样的解决方式，就是很冰冷。然后我朋友当时就觉得啊，我花了这么多钱，然后一直在你家医院做，然后这次给我做坏了，结果你们给我赔偿的方案就是打个溶解酶，溶解酶多便宜，才900块钱，就是随便打个溶解酶就800-900块钱这种，而且实报实销，还要你开发票，这个你说一般人谁认得了？所以就说韩国其实我觉得最大的问题就是客诉难的问题，这是第一。第二就是可能审美过于流水线，如果说你没有自己很多很独特的想法的话，那其实你去韩国做完了以后，说实话10个人回来9个人是长一样哦，都整就是一个对，不是都说嘛，你去韩国，你看韩国的美女都长一看就是韩国女人，一看就是韩国人那个感觉。对，所以你如果没有自己独特的审美的话，其实去韩国的话就是很容易踩坑，包括对自己不了解的话。是这样的，因为医生会这样问你，就是我去韩国打卧蚕，我这卧蚕刚打的，在韩国打的，医生会问我你喜欢什么样子的，然后我就给他找照片，我说我找了半天没找着，我说我想要自然的，他说你最好找照片给我，然后就找了一个我喜欢的某女明星的照片，我说这个，他是看脸说好的，然后就开始突一顿操作，以后发现跟照片上是一样，所以技术是没问题的，但是审美啊这些还是要看自己。明白了，就是你需要很客观系统的讲出你的需求。是的，对自己很了解的这种。就假如说啊，你是一个本来就不适合大卧蚕的人，然后你去了韩国，你想要大卧蚕，然后医生也没有给你很好的指导，然后你自己就告诉医生我要这个大卧蚕，然后结果以后打回来是个肌育液。是吧？感觉他们像那种技术很好的机器人，就是把你的指令输进去之后，他们能够很好的实现。对，韩国是这样的，别的一点不想，就是也有一些有审美的医生，但是就是因为我们中间我们不会韩语嘛，就是你要跟就是翻译地陪交流，然后地陪再跟医生交流，对吧？那中间就是有一道就是语言的阻碍，即使你拿翻译软件，就很多东西是没有办法像我们都说一样的话，就是能够传达出去的这个感觉。所以其实传达也是中间比较关键的一步，就是会有这个原因。瑞哥在医美上有没有遇到一些什么有意思，或者身边的朋友遇到类似于这样子的故事？你说去韩国吗？也不一定了，就可能是做光电类的项目，对啊，像我一样就是不了解。我说一个我自己的吧。好，我大概在疫情口罩那段时间，就是被封在家里太久了。然后因为我是在上海嘛，然后被封在家里1-2个月以后，我就在家每天都吃的睡的吃，因为我出不了门，就只能吃，然后打游戏，所以就胖了很多。但是我当时就一度容貌焦虑了，我就解封的第一件事情，我就去医院面诊了。我说我看看我这个脸上，我说我最近胖太多了，觉得照镜子哪儿都丑，我该做点什么呢？然后当天就是来了一个非常能说会道的销售啊，他会先 PUA 我，他说在我们这儿的大网红来的都不是特别少的，都是那种几千万粉丝的，他要打压我，先给你来一个那种，好气哦！他都是几千万粉丝的，我在我们这里打针都是1、2、3、4、6、7位数起的。我当时听完，我人都傻了，打7位数的针往脸上打，就是还能往哪里打呢？然后我说，我考虑一下吧。然后他就跟我说，这个。材料好，新的那个材料维稳，然后就是可以在脸上维持时间多。到最后他也只是一个就是咨询的一个销售，一个 sales， 就是一个面诊师，在行业里面叫面诊师来给我面诊。到最后我其实都没有见到医生，他先是就是打压 PUA 我，然后给我就是要算我的那一部分的金额了。其实
你们可以猜一下他给我算出来多少？最后你一共要消费的吗？对，个十百千万十万百万7位数，我的天哪！百万是他说的是大博主，大就是哦几千万粉丝的，他举例了3个，就是我能知道的。然后他给我算出来的是6位数，5开头。 50多万，对，当时是我的那个小助理陪着我在旁边一起面的，他听到了50多万，我们走吧，还有赶紧跑啊！很完美啊！你怎么会50多万？走吧，我们还有事呢。这谁？他说我今天只是想让你来，就是打一个仪器，可能花个1到2万这样子。花到，然后我当时就很心动啊。他说，打完以后会怎么样，会怎么样。他说我刚刚准备起身，就是听我小助理的那个话，我准备就拿着衣服就走了。然后那个销售说：“哎呀，亲爱的，你要是觉得这个贵的话，我们再从这些支数里面我们再减一下吧。哎，这里减一个，这里减一个。我觉得你脸那么小，这里也花不了3支，我们花个1支就好了。然后减到了50多的一半。25，那也很多，那也很多。但是当天我就是人在那个氛围里面，我好像就是容易被推动，对，被推动，而且就听他讲，而且他当时还给我就是因为我脸上没有地方可以打了，他说给你打耳朵吧，然后再给你打一下肩膀吧，然后我脸上没有办法打，我说我拒绝，以后会是蛮化的，他给我往头这个地方，太阳穴这个地方，因为当时是刚流行，我记得22年，那个外轮廓固定，对，从这个地方开始打的，但其实它也有弊端，因为你想你的组织本身是一个这样子的弹性，然后呢你把它撑起来了，你们看这样子确实脸紧了，但是如果说它吸收以后，这个皮它其实又是松的，还是会还是会下来，其实是这样，它只是一个及时性。我后来才恍然大悟，这是我这辈子花过最冤枉的一笔钱。你被说服了？我被说服了，我就当天就因为对支付，他们我出来了以后，我还觉得。爽，赚到了。对，后面他们才告诉我，那一天可能这医院就只有你这么一个大单来了。说，但是这是还有一点，我刚刚提到很不好的一件事情是，大家面诊的时候一定要见到院长本人。不要就是不要听销售，因为销售他的目的是赚钱他就尽可能想让你多做一些项目。是，国内医美最大的问题就是这个销售真的是为了业绩是不要命的那种，就是我也遇到过。其实说实话，就是我可能就是会好一点的原因，就是在于就是我可能就是不想要就是太大变化，所以我每次就是填一点点，所以你看我填了10几年，我也没有蛮化。就是有的人就是很容易蛮化，就是因为被这些销售忽悠的，玻尿酸填的太多了，所以就蛮化。然后蛮化以后呢，又开始出一套啊，我们现在要轻薄脸，然后去蛮化，然后又开始一套流程，就是圈这波人的钱，就是来来回回在洗这波人的钱。好像审美就是也在不断的变化，很多人也会跟着这个不同的审美去做相应的调整。可能很多年前就流行那种比较尖的脸，大家可能就会去前下巴或者是削骨啊，对，然后现在可能就会流行一些幼态脸，然后就会去做一些其他的项目。但是我觉得这个东西就弄得像时尚一样，弄得像个轮回一样，我就觉得每个人是有自己独特的特点的，就是还要是保留自己最独特的特点的情况下去让自己再好看一点点。其实好看给自己看，让自己看着开心一点就完事了。就像你刚才说的，其实你真的没有必要美白，我觉得就是黄黑皮真的很适合你，你就很可爱，像那个黑皮 KT 一样的，就很好看。就是如果说你要想做哪里，就是可能就是整牙呀，让自己某个地方再精致一点，但是你的风格呀和你的这个皮肤颜色，我觉得都非常好。就是不要听去了医院以后医生说要美白这个那个吧，真的不适合你。我觉得现在也有自己的个人想法也很重要。对，那我现在就是有几个问题想问一下2位老师，就是比如说我们去做这个热玛吉啊，或者是去做超声波这种提升紧致类的这些项目，它做完之后确实能让人年轻很多岁吗？就是看起来年轻很多吗？它只是一个即时效果。你要说你本身50岁，你做完那个能一下让你回到40岁
吗？也不太可能。你50岁回到40岁，只能靠化妆然后遮你的纹纹路路，可以回春。但是如果说你想让你自己本身的皮肤状态一下回到40岁，那一定不是某一个项目可以给你完善的，一定是需要你每一天的吃的健康、睡得早，或者是各种健康的一些活动习惯，你才会有回春的一个效果嘛。那就是说这些只是说给你做完之后比你当下要更加的焕彩亮丽，是它一定有效果，但不是吹的一下一夜回春10岁。这只是广告术语，没有那么神奇啦。夸张的手法。那这个就是比如说我最近做完之后状态很好，我可以一直做到比如说70岁、60岁这种一直保持我这样子的好状态吗？还是它是有次数限制的？比如说我们的皮肤它的自愈性，对它的自愈性肯定是有限的嘛。就比如说我可能做了10次之后，我再用热刺激它，可能就不能让我的皮肤再紧致了。会不会有这样子一个次数的限制？其实我个人比较信这一套，就是我觉得皮肤的自愈力是有限制的，而且随着年龄增加的话，我们的自愈力是会变低的。其实像免疫力是一样的东西，就是我是觉得，因为可能热玛吉现在进入中国市场没有说那么多年，验证不了说现在70岁一直做热玛吉的人的脸是什么样子的。但是我翻过很多，就是我很爱看那个书嘛，然后我翻过就是国外的一些就是做光子嫩肤的一些那个实验的材料，然后其实光子嫩肤这么多年做下来，因为光子嫩肤很多年了嘛，在美国也很多年了，其实是没有太大的影响的。但是呢，它跟热玛吉、超声炮有本质的区别。那光子嫩肤只是作用在皮肤表层，它并没有到皮肤的肌肉层和筋膜层这一步，所以呢，就是它只是解决了光老化的问题。因为大家都知道，其实皮肤主要衰老的源泉来自于2点，一个是光老化，一个是皮肤缺水。因为只要你可以把光老化防御好的话，那你的斑斑点点呀和皮肤衰老问题都会减少很多，然后补水做好的，你的皱纹也会减少很多。那就是我刚才说的 M22 可能验证了这么多年，它60岁、70岁还是能做，然后让你皮肤保持好状态，但它不代表热玛吉或者是其他项目也能有这样的效果。但是我是觉得细胞它是有就是自愈的极限的，就是因为我其实是每年会做一次大光电的，像热玛吉啊或者超声炮这种，就是我可能看上去确实不像我这个年纪的，但是我也不敢保证我40岁的时候是不是还能像现在这样维持。对，因为这个看每个人的心态，就是我的变美心态就是在于我想每一天是一天，然后今天我美我开心，我不太会去想用自己以后的青春去代偿了的这件事情。但是有的人可能会比较 care 和在意这个问题，那它其实是一个未知的，就是没有人知道这个东西究竟会怎么样，而且呢可能根据每个人的体质也会反映出不同的效果，这个其实就是看你自己的心态。确实，如果你能接受，就是我最坏的想法就是我40岁会变得很丑，做什么都不管用了，但是我可能光电很丑，还有其他的方法，比如说我去做埋线，比方说我去做小切口拉皮，就只是说可能别人60岁做的项目我40岁就做了，就这个意思。你懂我意思吧？懂。那其实刚刚瑞哥有说到，就是你因为疫情那段时间，然后可能产生了容貌焦虑，然后你说立马要去医院面诊一下，这样。那你觉得这是会不会是你对医美产生的一些依赖，或者说你只是想维持一下你的这个美貌，然后去定期进行一些这种面诊治疗呢？我觉得我对医美有依赖，好像又有点，但是也说不上来是完全的依赖。因为我是认识到自己有缺陷的，就是我觉得它需要有一些修改，有可修改的空间，我才会去，而不是说我今天觉得我这张脸很完美，但是我还是要去做。我觉得这是有本质区别的，就是依赖和对医美的依赖以及对自己想变美的一个期望，我觉得可以就是区分一下。我其实刚刚拉姆说这个医美依赖的问题，我想到的是这样子的，就是我们比如说做某些项目的话，这些项目会比如说让我现在恢复了一段青春靓丽的容颜啊，那这个项目就是这个一旦我停用这个项目之后，我的脸是会更加快速的垮下去，还是会就是按照正常的速度衰老下去？我要用那个就是
是否打一下热玛吉就能年轻10岁还给你。不知道能不能懂这个意思，就是你做完一个项目，然后你回弹回去，跟你的做了这个项目是否会回弹的更快，你是想问这个？对，其实还是那句话，就是你做完一个项目，并不要完全依赖它，就光指望着它能给你效果。如果说你能保持一个良好的生活习惯，你能早点睡，然后你能吃的健康，以及心情，因为你的整个面部的表情、面部的肌肉，就是你反馈在生活里的是你的心情，其实也很挂钩。就如果说你今天心情不好，丧着一张脸，你的法令纹其实就是会变深啊。你做再多的一个医美的一些项目都没有用。所以说，良好的心态，良好的心情，然后早睡，我觉得对一个就是你刚做完项目的人来说，它其实都有作用，就不会没有你的那个担心，我觉得没有。我之前就是有了解到这样子的一个事情，就是说某种护肤品，就是你一旦你用它的时候，你的皮肤状态会很好，但是你一停用它的时候，它可能里面添加了某种激素或者是 something， 然后你一停用它的时候，你的皮肤就是突然就变得很糟糕，你就必须要一直用它。我们做医美会不会有这样子的状况？就是你必须要不断的靠医美来维持自己的好状态。反正就我而言啊，就是像刚才你说的护肤品里，如果说你用一个护肤品，你觉得自己的皮肤会变得很好，然后一不用就不行的这种护肤品里面，一定是添加了不好的东西的。对，因为像市面上就是我们用到的，就是正规品牌的或者大牌的或者是其他品牌的护肤品，它是有一定的，比方说像我用黑绷带，它会觉得皮肤第二天会变软呀，皮肤会变好啊，但是并不能像你说我不用它了，我的皮肤就一下子就不好了，就只能说这个东西是 OK 的，你不用也还 OK。就像你说的那种，就是我个人理解有点夸张的那种东西，首先是不好的，是一定添加了不好的东西在里面的。我说的是护肤品啊。那接下来就像你刚刚说的，就是比方说我懂你的意思，你的意思就是说，比方说我现在做了个热玛吉，我的脸，我的法令纹没有啦，我的这个也上升了，就是我是不是要一直就热玛吉做下去了？我不做是不是就会比别人锤得更厉害了？对不对？是这个道理。因为其实我刚才也说了，我做这个光电，就是每年的大光电我都会去做了很多年了。以我个人的想法和心态是这样子的，这个东西只要你做上了，你很难停。首先你自己心理上是不能接受的，就比方说你现在看到自己没有法令纹的样子了，你现在已经美了，对吧？比方说可能到了1年以后，你稍微觉得自己稍微这又有一点法令纹的时候，你绝对告诉自己，我热玛吉1年的期限到了，我现在要再去做了，对吧？我觉得大部分跟充会员似的，对，大部分女生和变美人的心态都是这样的。那什么情况下你会不去做？比方说我今天去做了热玛吉，我觉得我效果一般，对吧？我觉得我好像这个法令纹还在，然后这个脸上也没有怎么提升，那你明年一定不会再做了，那你也会觉得可能过1年也会觉得今年跟去年没什么差别。我觉得很多这个感觉其实是就像我刚才说的，是感觉，是你心理层面上带来的东西。你觉得自己有纹路也好，就是有这个法令纹也好，你问你的朋友，你的朋友一定看不出来。就比方说你问他，你说我，你看我做完了以后法令纹有没有好一点？可能像热玛吉呀，或者像光电类、极客类，他能立刻看出来。比方说1年以后你问他，你说我是不是这个今天的法令纹比去年2025年12月1号的法令纹严重了一点呢？你的朋友一定看不出来，这一定是自己的心理的问题。所以我觉得呢，所谓的衰老的快不快和这个东西其实是在于你自己的心理，因为每个人的骨骼情况不一样，皮肤状况不一样，我们很难说做一个仪器，如果说做了这次下次不做了以后是不是老得更快一些，因为它可能需要放在更长的时间尺度上去衡量，而不是说短短的这几个月和这1-2年才能看得出来的东西。但是大部分人的心态都是，我今年做了热玛吉，我觉得我的皮肤提升了，那明年到了大概这个时候的时候，我又觉得自己下垂了，该做第2次了。这是普遍的大众的一个心理。人一旦尝到了甜头，就会想一直尝下去。就比如说这个项目给了你一个正向反馈，等到你觉得自己的脸又没有上一段时间的状态那么好的时候，你就会想要再次尝试。应该是一个这样子的心理，而不是说依赖，是因为这个项目给了你一个正向反馈。
对，所以就是说，如果你今年做了热玛吉的话，你明年可能还想做。也许你明年不想做热玛吉，你可能想做别的项目，但是一定还是紧致提升的。对，提升的。就是接受了，就是看到了自己比较完美的样子，就不能接受他现在有缺陷。是的，是这种心理。对的，其实它是心理的一个，其实是一个想要提升自己的一个心理吧。对，就是没有办法接受不那么完美的自己。还有一些问题，就是现在这些医美的仪器也好，或者项目也好，也是更新迭代的非常快。那很多可能想要变美的朋友们，他们会问，就是是不是这些最新的仪器，或者是最贵的这些仪器或者项目，它是不是就是效果最好的呢？就是你们有没有什么相关的经验可以分享一下给大家？最新的最好的，他们有之间就是最新的最贵的，它和最好的效果之间有必然性的联系吗？有必然性的联系吗？我觉得这最适合自己的项目才是最好的吧。包括仪器也是，就并不一定说，比如说今天出了一个新的牌子的玻尿酸，它是最新的，但是它里面的一些功能不适合你，对吧？可能并不适合。比如说它要再生，那我的脸就不需要再生，因为我本身就是一个小圆脸，也没有说太过于凹陷，所以我不需要再生的材料。就是大家在查面诊之前还是要做好功课，查阅好资料。如果说这个医院他想要给你推销一些新的材料，你也当天不要立刻做决定，多去看看反馈，直接就是搜索关键词的弊端来了解，先去从反向去了解一下弊端，然后再看自己要不要去做。确实，因为我感觉现在很多人可能会去为了让自己安心，可能说要安全一点，想要去追求一些最好的东西，感觉好像很贵的，听起来就感觉它应该很靠谱，就这种感觉。是这样的。但是就是像我刚刚说的机器而言，比方说前两天，然后国内新出了一个清华大学教授最新研制的中科院的一个国产的热玛吉的仪器。然后呢，因为我有拿到 brief 是给他们做宣发嘛，然后他们这款仪器呢，就是可以做到无痛热玛吉，痛感更低，就是呢能在有效的范围内能量提升，能够达到就是效果最大化。但是我就不说品牌了啊。然后呢，它其实就是跟传统的热玛吉比起来，因为大家就是做过热玛吉的人应该都知道，热玛吉真的很疼。我当时做的时候真的要哭了的那种疼。我还没做过热玛吉，只做过超人刀。超人刀没有热玛吉疼，热玛吉太疼了。热玛吉疼到我做完半边脸的时候，我跟医生说，这边可以不做了吗？我忍不了了的那种，就真的特别疼。我记得是要画格子。对，要画格子，就真的是边哭边做的，就是真的是这么疼。就是因为我跟你一样，我是皮肤比较薄，就是对于热耐受很低的人，就是我就是很怕痛的那种。我就超声刀我 OK， 我就在我的边缘，但是热玛吉是我一定忍不了的那种类型。然后呢，比方说新出的这个仪器，然后它就会解决之前仪器的痛点。那其实呢，那它价格肯定就是会提升嘛。但是呢，优点就在于新的仪器肯定是比旧的仪器在各方面是有提升的，但是呢，它可能市场的认可度比较低，因为它比较新嘛，做的人少嘛。就是如果说你是一个敢于尝新类型比较勇进的人，就像我就是属于那种喜欢做新仪器的人，那我就可以去尝试。如果说你个人是保守心态的人，我就建议你去做大众做的最多的机器，就是比方说传统的热玛吉4代啊5代这些会比较好一点。当然新的仪器一定代表着就是它的技术最先进，价格也最贵，但是呢，它也是根据不同人去适合，就是来看适不适合它。比方像我刚才说，就是适合我这种喜欢尝新鲜的人，但是像对于有一些比较保守的人就不适合它。就像刚刚瑞哥说的，还是要看适不适合自己。对，所以我们在做这些项目和仪器的时候，一定要选择最适合自己的。对，适合自己的，就是你自己觉得，这个东西我觉得能达到我的效果，然后价位我也能接受，然后心理预期我也有，就 OK 了。刚刚两位已经分享了很多关于医美的这些知识，然后我们对这些已经有了初步的了解。那如果我们已经想好了，我们就是要去医美，那有没有什么干货可以给大家分享一下呢？就是首先我先问两位一个问题吧，就是你们第一次尝试做医美，它的初衷是什么吗？就是想让自己变美一点，提升一下自己，是吗？就是这样，就是这么简单，很奢华的理由，就是这样，很那什么的简单，就是这样的理由，想让自己的外观更好看。
对，更好看就一些也不是跟风，就是身边人都去做了，那我要不要也尝试去做一下这种项目？没有这种想法是？切忌盲目跟风，大家不要因为最近网上火火了一个项目，就觉得自己要不要去尝试一下？火的那些项目只是营销者想让它火，想要靠这个赚钱，但是，这个项目到底适不适合你，我们还是要自己好好的每天照镜子研究一下自己的缺陷，把自己的优点放大。对，然后填补自己的缺点，我觉得这是最健康的一个医美观念。其实不要盲目跟风。有段时间就是有一个项目，好像就是做精灵耳，特别特别火，因为之前也可以做吗？对，好像是，就是有一段时间大家会觉得就是耳朵露出来比较多，会显得脸更小一点，所以这个项目当时好像就是被推到了这个风口浪尖，但当时好像这个项目它也有一些弊端，就比如说很痛，是不是？这是其一。第二个就是它注射的量非常大，其实价格也比较贵。我也有了解了，其实。你肯定了解过。对，你耳朵很利了，我当时也想做来着，因为我是完全没有耳朵的类型。我也是。如果说想要耳朵立起来的话呢，可能是需要耳基底后边的这个地方，它是需要。其实耳垂就是耳廓、耳轮廓这个地方，大家都在看我的耳朵吗？我的耳朵其实很肉很小，这个地方其实是有注射过玻尿酸的。真是有点透明的。这个地方它其实并不需要太多的玻尿酸，可能1到2支就够了。但是耳基底它是可以让你耳朵真正立起来的一个地方，所以说后面它是一边就需要6支到7支左右。如果耳朵特别特别特别贴面的话，可能要8支。你们可以算一下，一边耳朵10支，两边耳朵20支。那得多贵，对，所以怪不得大家营销这个项目，这个项目哇，20支玻尿酸，1支1万，20万，是打个耳朵可能就是在上海10几20万。如果说打便宜的也要10万。因为其实按照以前中国人的审美，其实贴面耳是比较有福气或者是比较好看的，但是就是随着不同，全部都很有福气。对，就是随着就是不同审美的流行，可能就是会导致这样子的现状的产生。所以大家在做这些项目的时候，你刚说到贴面耳有福气，我纠结了很久。就是其实我当年要不要打这个耳朵，我纠结了很久，因为我当时就是一个贴面耳，完全没有耳朵的一个人。然后当时是，我发了一篇帖子，我说我到底要不要去打耳朵啊？大家都说贴面耳有福气，然后下面那篇帖子就是有很多留言说千万不要打，然后他们给我举例，范冰冰也是贴面耳，她就没有打耳朵，说她贴面耳脸也很好看，但是后面我还是架不住想要自己上镜脸更小一点，所以说我想要为了自己上镜脸更小一点，我还是去打了一下。很痛，确实很痛，睡觉的时候痛哭了。非常痛，因为你想你的耳朵本身就这么小，然后被撑开了，夸张的是后面你还要就是本身我们头就是脖子这块上面它皮很薄，而且连接的骨头你们可以摸一下，连接的是骨头，所以说那块地方被完全撑起来了以后，它会特别特别疼。在这个地方就是注射了你的皮肤最大能容量的一些玻尿酸的话，就是很疼，我大概疼了1周。其实我们贴精灵耳贴也挺疼，贴几个小时就很痛了，更不要说就是把玻尿酸打到耳朵后面。是的，对。那这个东西打进去，就是它会慢慢吸收，是吗？会吸收，会吸收，但不会完全吸收，因为玻尿酸是其实在体内是无法完全吸收的，它是有胶粘剂，有胶粘剂在里面的。对。那如果我们想要去做一些面部美容的提升的话，我是如何找到自己这个缺陷呢？就是可能就是有些人会觉得我要填泪沟，我要填法令纹这种，就是大家是怎么找到自己要做的哪些项目的？这是我比较好奇的问题。你觉得自己哪不好看啊？对呀，你刚才不就说了，觉得自己脸垂，所以做。但是我会觉得我盲目的觉得我自己的脸就是有这些问题，就是审美的差异啊，我感觉是。我觉得每个人照镜子的时候可能不一定会发现，因为每个人照镜子的时候，其实我们都会把瞳孔放大去看自己，然后微微带笑容。最好的方法就是让你的朋友拍一个你的原相机后置的照片。
就是我作为一个一个人啊，我就是看自己的镜子里面，我会发现自己的泪沟有问题，然后法令纹有问题，然后嘴角有问题，但是我好像发现所有人都会觉得自己有这个问题，那我就觉得这个好像就不是一个问题了，它就不是一个需要提升的问题，因为大家都这样。就像刚刚瑞哥说的，你每天照着镜子自己放大了看，那肯定是有问题啊。但我现在看你好像没啥问题，因为我化妆了，老师。啊，对，那你以后就每天都化妆出门，哎，你就没有这些问题了。可以，好，所以其实医美它只是帮助我们。在我们的脸上锦上添花，而不是雪中送炭，就是不是想，哎，我做了医美，我一下子就变成超级无敌大美女或者超级无敌大帅哥，不是这样子的啊。对，除非你换头。我觉得还是需要大家还是需要考量一下的，就是有一些，比如说化妆可以改变的东西，我觉得就没有必要去碰那么危险的事情。其实我觉得很多东西都是属于你先化妆，然后化妆如果解决不了的话，然后靠发型，对，靠发型，对，这些如果都解决不了的话，你再考虑。对，还有一个就是针对于不同群体，就可能有一些朋友他是需要有上镜需求的，他可能就需要在镜头面前展示一张更完美的脸蛋，那可能很多人，大部分人就是都是一些普通的朋友们，他们可能就是没有必要去做那么多极端的项目，让自己变得那么的完美。其实很多时候我们对自己的容貌要求低一点，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我觉得就可以。对，是的，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因为每个人都是有缺点的。对，就是不要对自己太苛刻，然后对自己好一点，把这些放大，寻找自己，挑剔自己有瑕疵的地方，变成发现自己美的眼睛。但两位老师已经变得这么美了，就是你们在这个变美的道路上有没有什么具体的方式方法？比如说，我现在要如何找一家医院？我觉得这个很重要。对，如何找一些靠谱的医生等等。这个就是我比较有心得，就是因为我非常擅长做这些东西，然后平时也有在做种草和团购。就是首先呢，就是我们去了解医院的渠道就有2个 APP， 一个是新氧，可以说吧，一个是新氧，然后一个是大众点评。对，这2个 APP， 然后大众点评上呢，它有一个榜单叫做北极星，然后北极星这个榜单呢，它是就是通过有一些匿名的访客去评判，然后包括环境啊、医生啊、资质各方面都在这个城市排名靠前的医院才会被评为北极星的医院。我觉得像这些北极星的医院啊，如果说你是小白的话，你就放心冲，绝对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那无论环境、医生、药品这些都 OK 的。对，然后如果是说你要是想找一些便宜的，然后因为北极星的价格确实会稍微高一点，如果说你想找一些小而美的机构的话，那就需要你去看医生的资料、医院的资质，还有他们的仪器的资质，还有就是这个药品的资质。那具体该怎么看？首先那个医院是要有牌照的，这个大家都知道。然后医生呢，你要看他是从哪个学校毕业的，是不是正经的医科大学学医出来的？因为有一些它是属于，比方说不是医科大学，后来再去学，就类似像4+1，就是那种东西去学医的，就是你要看他毕业的院校，这个医生的资质，还有从业的资质的时间，这些是我首先会考量的东西。第3呢，就是我会看仪器，因为仪器有很多小的机构他们是租赁仪器，然后你要看这个仪器是不是这家机构自己的仪器。然后第4就是验药品，药品的话你要看它是不是也是就是正规的正品。对，这些还有就是这个医生有没有注射这个药品和操作这个仪器的资质，要看这些。就是有一些资格证之类的东西吗？就比如说我们在选医生的话，要看他有没有许可证。有，就比方说你要做热玛吉的话，你去热玛吉的小程序官网都可以看到北京有哪些机构有他自己合规的热玛吉的持证的机器和持证的医生，然后医生也分操作医生和培训导师，然后培训导师就是级别比较高一些的医生，他是给普通的医生做操作培训的，那他们的手法可能会更好一些。如果说你自己面部的需求比较复杂，然后想找一个更好的医生，预算又 OK 的话，建议大家可以去找这个认证的培训导师。如果说你的预算一般，然后你就可以去找普通的操作医生，但是这些医生都是能够在官网上可以查到这个仪器这个医生是合规的才行。瑞哥有没有什么就是找医生或者找医院的经验可以给大家分享一下？因为我是觉得现在
所有的医美的领域或者说是变美的渠道，如果说医生像基础的射频类项目的话，像刚刚菲菲说的，我们直接可以在大众点评或者说是其他一些软件上直接购买就好了，因为现在所有的价格都很透明。然后操作的话，如果说他敢放在大众点评上面，或者说是你刚说那个 app 上面的话，他没有资格证，他去操作的话，打12315就是投诉一个一个准的。所以大家可以就是按照性价比去选，只要在确保资质和是否是正品的情况下，大家可以就是直接购买。那第二个是 BBU 类，就是注射类的。注射类和手术类的医生，现在我觉得在我们国内市场还是非常透明的，因为你上小红书，你上微博，有很多有名的注射医生，无论他是营销的还是非营销的，你都不用管，因为其实他的案例就摆在你眼前了。他们所有操作的一些客人，我觉得你想要追求哪一种类型的，比如说鼻子，或者说是眼睛，或者说是注射，你想要哪一种类型？你是走自然挂的，还是说想要更饱满一点的？所有的案例其实你都可以看到。我觉得还是拿作品说话，就是很好很好，大家就是去多看看这个医生的操作案例，然后面诊他的时候多询问一下操作过的一些，就算是陌生人你也可以去看一下他，旁观一下，你可以大致自己心里有一个范围，就是要不要选择他。我的建议就是你想要找到一个适合自己的医生，一定是多面诊，不要只面一个。我只有一个这个，还有就是货比三家，对，货比三家，然后就是多看看他的案例是否自己就是判断一下他朋友圈发的一些照片和自己是否是同个类型，或者说是你是否喜欢。刚刚瑞哥提到了就是面诊要多问问题，嗯，那如果我要去面诊的话，我应该准备一些什么样子的问题呢？就我要问医生一些什么问题显得我比较专业，或者是显得你别坑我，你怕被骗是吗？对，其实不用你不用说，你一句话不说，那个医生就是觉得你有东西啊，真的真的吗？你什么都不用说，你不要像个小白一样，这个也问那个也问，他反而就会觉得你这个人很不懂你就不用问，你就不用，你就听他，你说好，我会考虑。原来是你就坐那这样。说来讲给我听听。那比如说有什么东西是我一定要问、一定要关心的呢？你可以就是让他，比如说你今天要去打针，你一定要让他把那个药品拿到操作间给你拍给你看，要确保中途是否换药，或者说有没有加一些别的成分进去，不明注射物进去。就是对于这些药剂，我们需要了解清楚它是否是正规的，是否有配药的这个成分。配药一定在你眼皮的底下配，是会有人偷偷换药是吧？就是我说肯定会有是有人换药的，对，这个是真的会有的。就是首先黑心医院。对，首先就是拿换药最多的来说，就是肉毒素。就是肉毒素就是属于他有的医院会给你拼药，然后给你看的时候是一瓶新的药，他其实给你开的时候开的是已经别人打了一半的药。有可能，对，然后有的会有一些因为配比的问题，就是你可能会觉得，我这手点针打了怎么没用呢？这个感觉效果不好，它其实就是中间对那个生理盐水给你兑多了，因为生理盐水它本身在人体内它就可以代谢，所以你觉得你这肉毒打了以后，感觉怎么打完了咬肌还这么大？然后你再去找这个医院大部分的解决方案是没事我再给你补打一次，但其实就是还是补打对过的，对，是之前打的就是被稀释过的，只不过这次护士知道了。给你少兑一点生理盐水。多损，好容易踩坑啊，感觉。是对，所以这种如果说你要打肉毒，肯定没有问题的话，因为肉毒这个价格很透明，刚刚瑞哥说的，一定要就是在这个正
正规的医院、大医院去打，因为像有一些比方说大家都知道的北京的一些正规的3甲医院的美容医院，他们就是药品管得很严，你这个1瓶肉毒素就算是用不了，它也只会扔掉，它不会给下一个人用。但是很多像一些小的医疗美容机构的话，他们是为了控制成本，所以没有办法，就是给你用完再给下一个人用另一半，所以你可能看上去觉得价格很便宜，这不会感染吗？不会，因为它配药的，它有时候抽出来的，它是要抽出来的。然后呢，就是你可能会觉得看上去表面，哎，这个价格便宜了，但其实呢，它是有猫腻在的，不然它成本做不到，它赔钱呢。商家永远不会做赔本的生意。对，是的，就其实这个东西它是有隐患，但是就不会有太大问题，因为它这个药就是要抽出来给一个人打，然后再抽出来给另一个人打，它其实这个药品是没有接触过任何人的，它只是每次拿一个新的这个针管抽出来给别人打。对，就是这样。其实我觉得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就是在找医生的时候一定要问清楚他的这个并发症或者是副作用或者是后遗症之类的。因为就从我自己有限的这个经历分享一下，就当时我没有问清楚他就是我皮肤敏感对这个热的这个机器有没有什么作用之类，导致我导致我现在皮肤更敏感了，我感觉。对，所以我觉得在面诊医生的时候一定要问清楚，这个项目哪些人群不适合。是的，确实的。而且就是做完了这些医美以后的修复也很重要，比方说像防晒呀、好好敷面膜呀这些。对，就是男生，你是不是当时没有做？我敷了1次面膜。那不行，不行的，要一直敷至少1周。就算你不做这个项目，你也得勤敷面膜，因为你化妆。是这样子的。对，我之前去找医生，就是看过我的皮肤，就是我的角质层特别薄，然后医生是不建议我敷面膜的，因为它那个过度水合之后，它会反而会把我的角质层带走，所以我当时也不是很敢敷面膜，只是因为当时我做完那个项目之后。那个医生让我敷一片面膜，晚上敷一片面膜之后，我敷了之后就结束了，就结束了。但是如果你做完项目以后，你是至少得敷7天的，就是最好敷7天，因为光电会带走你皮肤里大量的水分，你本来角质层就薄，然后你皮肤还干的情况下，你的皮肤会更敏感。所以就是像你这个情况下的话，你可以考虑回去试一下涂抹式面膜。就是那种涂抹式的面膜，然后再给它洗下去的那种膏状的，可能比较适合你。而且因为我跟你很像。不要敷功效型的，你就敷补水，对，补水类的完事儿了。或者你也可以选择，就是在护肤的时候多用精华油，就是以油养肤这个概念，你应该听说过吧？我有听说过。对，就是你可以敷那个精华油在脸上，你可以就是就是之前不是那个敷水吗？就是敷水，你可以敷油。就是敷完油以后再把它擦掉，因为可能会容易有闭口啊、闷痘啊这些，你敷油就好了，你做油敷，然后之后再护肤。明白了。比较适合你。所以下一次在做这些项目的时候，一定要做好准备，做好功课。确实。没事，你踩过坑以后，下次就有经验了。是。人一般都是这样。确实。那刚刚我们聊了这么多，就是要做好功课。那最后我们一定会走到的一个就是费用问题，那就是在这个做这个医美的路上，会不会有一些就是隐形消费呀？就是像我们这种小白可能不知道，等你的钱给也给了，他说都不知道。哎，我刚刚给你做了这个项目，我们还要再额外收一笔钱的。对，所以说我们要在付款前确定，付款前就要确定所有的项目是哪些。对。强硬态度，因为你是消费者啊，你态度要强硬一些啊。因为我之前看过一个电视剧，就是一个片段嘛，就是宋丹丹和她的老姐妹团去一个美容院，就是被忽悠去说，我们这里做清洁只要10块钱，然后他们去做了，做完之后结账的时候说要几千块钱，然后当时呢他们就特别不能接受，因为他们美容院的人说我们再给你这个。洁面的时候加了这个，对，加了这个。当时问你，要不要做？你说要做的，但是那个消费者可能以为就是这些是免费的，就是包含在那10块钱的套餐里。就是一个举报。我有遇到过，你这么一说，我突然想起来。真的？那你说一下。我当时我高3的时候吧，就我艺考那个时候，然后那个时候我刚学会化妆，因为我们是有专业课要求嘛。然后那天我化了个妆，我去春熙路逛，然后在那玩，逛着逛着，突然就来了一个，就那时候我也才10几岁，我啥也不懂，然后就有一个阿姨吧，
就是大姐，然后她过来给了我一个卡片，然后是反正就是跟医美什么类似相关的。她说今天我们搞福利搞活动什么的，你拿着这个卡你就可以去免费体验一次什么什么巴拉的。然后跟我朋友一听真的假的，然后我们就直接就拿着卡就跟他走了。然后你知道吗，上去了之后我们往那个床上一躺，他说啊那我先把你那个妆卸了哟，他说因为这个化妆品不能那个啥。我说好可以可以啊。然后然后我说一会儿可以帮我画上吗？他说可以帮你画。我说那太好了，我当时觉得赚翻了。然后他就给我卸完了之后，他准备拿那些仪器哈，他拿好了他就说啊我们这个项目是要几百块怎么样的。我说不是免费吗？然后他说啊不是的不是的，那个卡只是给你一个就是可能免费一个清洁，可能就类似于这样子的一个免费，但是他要用仪器那些东西可能就是属于一个隐形消费，然后就跟你说要怎么这么多钱。然后我当时一听我说等一下，我就给我朋友发消息，然后我们两个就是就说不弄了，然后化妆也没化，然后那素颜，然后继续在那玩了。当时气死了，真气死了。我跟你说，就是首先一定不要信天上掉馅饼这些事情。我觉得这些东西就是这样的。我上大学的时候，你知道流行什么吗？哎，小姑娘，免费给你做个头发吧，你来我这儿免费给你洗个头发吧。然后发现不是洗头发，然后就开始跟你说，哎呀，头发护理是吗？给你护理一下吧，然后好毛躁呀，然后咔开始收钱。就是我感觉这个年代就是套路在变，但本质不变。但是医美的话，如果说你去正经的医疗美容机构的话，是不太会有这些问题的。就是千万不要去美容院做医美，因为我隔壁邻居就被忽悠充了10万的卡，就是在美容院消费，然后做医美。其实美容院是没有资质可以做医美的，对。然后这个是第一。如果说你去正规的医疗美容机构，有可能会被就是怎么讲？会被骗钱，不能算骗钱吧，就是会额外多花钱的原因只有2开，就是我们行业内话管这个叫2开。因为比方说我是做团购的，然后说团购某一个项目很便宜，比方说水光针99块钱，那我就会跟我的粉丝说，你就去这家机构做99块钱的水光，无论别人怎么忽悠你，让你做这做那都不要做哦。因为就是你到了医院以后，医院会比方说除了水光以外，他会跟你说，哎，你这也有问题，那也有问题。然后你一听，我再做这个做那个吧。结果本来你是花99为了薅羊毛去的，然后结果你花了5999又做了别的项目。但是其实医院大部分引流的项目都是为了把消费者引到他的机构去，让他去体验他的服务，然后体验他的项目和产品，然后额外再升单。对，额外再升单。但是其实呢，如果说你听了医生的建议以后，这也不做那也不做，他们也是可以给你好好的服务的。这个就跟你当时的那个情况不太一样，就是像你去美容院的那个情况就不太一样。但是现在就是如果说大家比方说去大众点评上团购了一个项目啊，或者是去新氧上团购了一个项目啊，大部分你去了医院以后，医院都会给你进行2开升单的。但是这个时候就看你自己，如果你自己觉得这个东西我不想做，那你就可以拒绝掉，就不做，也是完全没有问题的。因为2开的项目其实是他们的利润所在，他们在网上挂的一些团购的项目都是为了引流，对，一般都是赔钱的。你说的这个好，我也有，我也有经历过。因为我之前去洗牙，然后我洗牙的时候洗完，他说，你这个牙齿要不要美白一下？他说就是他就给我看什么，就是牙齿的就是亮度有分好多，有多亮多亮。他说你现在是这个亮度，我今天给你做了，然后你就会是稍微亮1个度或者怎么样。然后我那天就被他说服了。然后就又额外的消费了一笔。所以其实大部分人都是这样的，如果你没有自己很强大坚定的内心，告诉自己今天就只来薅这个羊毛的话，其实大部分去团购啊，或者是去大众点评和新氧上团项目的话，也大概是这个情况，有可能会被开发或者升单。但是其实对机构来说也是很正常的事情，就是消费者而言，就是劝大家要理智，不要被当下的冲动所迷惑。确实，那我们做完这些项目之后，肯定是有一些恢复期的。其实我个人，这个角度来看，我是很难接受恢复期的时候是那个样貌，因为我平时就觉得自己邋遢一点，我都不太能接受，更别说这种恢复期的时候。你们是怎么度过那段时期呢？就你们怎么说服自己，哎呀，过段时间就好了，或者怎么相信，哎，过段时间它就长好了，会不会害怕？不会。
哦，就那几天不照镜子就好了。不会很煎熬吗？不会啊，其实还好，因为我觉得现在大部分轻医美的项目不需要太长恢复期的，是，除非你大整动手术，你脸可能肿得像个包子一样。然后其实任何只要是不开刀的项目，恢复期都很短。比方说像热玛吉，就是这种大光电啊，有的人已经恢复期很长了，因为根据每个人不一样，就我做这些东西完全不会肿的，但是有的人做脸就会肿。就是可能就是会肿得像个仓鼠这种，但是呢，其实这个大概就3天左右就消退了，并没有很长的恢复期。然后像水光针的话，如果你击打的话，它现在其实技术很好，针眼很小很小，就3天后就可以化妆了。你说能有啥恢复期呢？几乎没有恢复期。所以除非说你拉双眼皮，你可能会肿个1个月2个月呀，或者是说你做其他的一些动刀的项目，你可能肿的时间会长一点。现在就讲究的是轻医美、午餐式美容，几乎没有恢复期。就是属于那种，因为去韩国都是属于上午打针，晚上逛街，然后化上妆就走了，比国内还夸张。国内还会严谨一点，告诉你3天内啊不要化妆啊。但是去韩国做都是上午做完，下午化妆那种。大家如果想要更快的消肿的话，可以买一些南瓜汁，或者是自己准备一些消肿的茶。那个茶叫啥来着？除了南瓜茶，还有那个我知道的就是南瓜茶。南瓜茶就是那个韩国有那个南瓜茶是消肿的，还有冬瓜茶日常消肿也可以吗？薏米水，对，薏米水、南瓜茶、冬瓜茶以及消脱脂。想更快一点就可以上药物，就是消脱脂、消炎药这些。那像我们平时起来水肿的，对，那喝冰美式还有冰美式面膜。那还有很多说法。如果说你早上起来水肿，是不是你前天晚上吃夜宵啦？你前一天如果说吃的很咸，那你的身体里面就储藏了很多水，因为你吃的那些盐把你身体里的那些水分都锁在你的身体里了，所以说你第二天早上起来要把那些水排掉的话，我们要干嘛？我们要补钾，我们可以多吃香蕉，香蕉里面的钾含量很高，然后我们也可以多喝椰子水。已经喝完了，我都喝一口，就是一个大喝。然后还有就是冰美式，因为很多人其实不太能接受冰美式，会拉肚子之类的。那你早上起来你可以用椰子水代替，然后你也可以早餐吃一点香蕉。最好就是敷一个冰冰的面膜。对，冰的消肿也很快。还有就是这从化妆老师那学到的就是勒耳朵。那两位，我说完这个，我又有个其他的问题，就是两位有没有做过那种什么项目，就是恢复期其实看着有点惨不忍睹，但是结束之后焕然新生，就是有种破茧成蝶的这种项目，有没有？我觉得我是垫下巴吧。垫下巴和拉双眼皮吧。对，我就开刀就做过这俩了，也没啥别的可分享了。就是拉双眼皮真的要肿很久的，就包括像恢复期的时候，也要恢复3个月，可能会稍微好一点。然后垫下巴的时候也是，就是做那个假体的时候也是，就是你下面会肿，就是我当时还用那个碘伏味道很浓的那个漱口水漱了半个月的口，因为它是垫下巴是从切口是在里面，在嘴里在牙龈下边好恶心的从嘴里这样味道太恶心了。就是它是把你的嘴弄开，然后从里面那个牙龈下面开刀的，吓人但是看不到啊，现在肯定看不到，它就会长好，因为它外面没有窗口嘛，它从里面开刀下去的，所以呢，就是你要用碘伏的那个碘伏水漱口，哇，太恶心了，就那半个月，我简直就是绝了，我跟你说。那个时候有拍照记录吗？照片没有，但是我有我没整下巴之前的照片可以给你们，还有我没有拉双眼皮之前的照片也可以给你们。回去放在这里和这里。放在这里和这里，对，没关系，我可以随便放，我就没有什么偶像包袱了，我已经是孩子妈的就是这样。然后就是真的就是做完了以后，因为我下巴说实话我长度没有变的，只是变翘了。就是你看我现在下巴就是侧面有点翘，但我现在又觉得有点过于翘了，这就是审美的变化，你知道吧？就有点翘，然后现在有点觉得过于翘了。我之前打下巴只是为了增加长度，对，然后但是发现怎么捏翘的话，就是玻尿酸吸收啊、代谢啊，它都有重力在，都不会那么翘。但是膨体它就是能跟你的骨面很好的贴合，让你的下巴很翘。所以我这下巴做了10年了，现在还是很翘。
哦，这么久。对，我做了10年了。然后我之前还去面诊过那个，就是一个特别有名的医生，就是问我说我这膨体做了10年了，不一般都说假体不要放很多年吗？我说要不要取掉啊，重新再做啊什么的。然后那个因为是就是协和医院的医生，就是比较保守，那个医生跟我说你现在看着没问题，然后也不影响的话，就是也不肿啊发炎的话，就建议你不要做。因为就是膨体跟硅胶还有一个很大的区别，我当时也做了很多功课，就是硅胶的话，它你自己的组织是不会长在里面的，但是膨体里面是有很多腔隙的，你自己的组织是会跟膨体融合的，连接在一起。对，所以这就是很多就是膨体的材料做起来确实更加的真实，跟你的皮肤贴合更好，也不透光。但膨体的缺点呢，就在于它取出是有难度的，就比较麻烦。所以当时那个医生就是建议我说，如果说你觉得现在你可以还接受还 OK， 没有大问题，然后也不肿也不发炎，建议你就放着。我说那行吧，省钱了。瑞哥呢，有没有这种阶段可以给大家分享一下？刚刚小助理在那提醒我，他觉得我的鼻子就是他是觉得对我改善很大的，因为在我打完那个被就是坑蒙拐骗一顿说服之下打完那一顿针以后，其实我就只开心了1周。因为1周后我又开始容貌焦虑，觉得自己不好看，然后后面发现是好像是对自己的鼻子不满意，所以我后面就又去就是做了一下鼻子。鼻子真的很好看，真的很成功，谢谢好看的，然后很自然。对，然后当时我跟医生的诉求就是要自然，确实很自然。然后那个医生也是我在网络上看到他的一些案例，但其实当天我觉得不好看，我是想去打一下鼻子的一个针。我只想去打一下针，我想说看能不能再改善一下。但是那天去到医院的时候，我发现旁边有一个他的客人正好是在拆线，然后他当天我在等他面诊别的客户的时候，那个拆线的小姐姐就坐在我旁边，然后我就说，你的鼻子，我就跟他自然而然的沟通起来了。然后我就想问一下这个医生怎么样啊，什么样的？然后那个小姐姐就是一顿好评，然后我就仔细的360度那样看他的鼻子，我觉得他鼻子很自然。后面我就临时跟他说，我说我今天先不打了，我说我想先面诊一下，然后我就开始操作了。然后就约手术日期了。对，其实像这种手术的话，还是需要一些冲动的。如果你是一个非常的拿捏不准，然后非常纠结的人，可能在做一些比较大型的一些医美决定方面，可能还是需要一些冲动的成分在，就需要旁边，比如说当天我是正好就是机缘巧合碰到了一个我觉得还挺好看的案例，就坐在我旁边，然后网上他的分享的一些案例我又很心动，再加上他的就是技术我确实觉得还行，所以我就立刻预约了。那你这个鼻子恢复了多久呢？你要说从手术完到完全自然，我觉得还是需要实打实的1年的时间。这么这么久啊？因为他一开始的1个月他还是会很肿。那能接受吗？鼻子肿肿，就会不会每天担心害怕，就说万一不完美怎么办？会。我前7天包着那个鼻甲板的时候，我是很担心的，我好怕还是丑。所以其实每天都是抱着又期待又忐忑的那个心情。但是我身边的闺蜜也是做完鼻子的，都觉得自己为什么没有早点做啊？真的，做鼻子都是这个感觉，就是做完鼻子以后都是说，哎呀，我的鼻子为什么没有早点做？就是早点做早美。其实我觉得变美就是这样，看自己的心态。就是像我刚才说的，就是我可能有人会说啊，你每年都打这个大光电，然后大大小小的项目，每年也做这个稀里哗啦的做，然后你不怕透支你以后的年轻和貌美吗？我说人是活在当下的，因为你永远不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我今天做了，今天美了，今年开心了，我觉得最重要。确实，活在当下。对，活在当下。对。我也经常会有一些网上的朋友会问我，哎呀，瑞瑞，我想做这个，你说我要不要去？我就会劝他说，我说你可以考虑好适不适合你，如果你真的自己非常想做，那就去。人生只有一次，那就去。满足自己。对，别纠结了，那就去。是这样的，还是看自己心态吧。是。
医美其实可以帮助我们，但是我觉得还是要接受自己的一些不完美的存在，因为这个很难让一个人变得完全的完美。对，其实我觉得就是光外在美也不够啊。对，是的，光有皮囊也不够。医美只是帮我们锦上添花而已，大家也不用完全去依靠它。很多人可能会觉得，哎呀，我现在可能不够好看，我不够自信，我去做了医美之后，我可能会自信一点。但我其实想说，真正的自信是来自于内心的，它可能。外在可能会帮助你一些，但一定不是你建立自信的来源。真正的来源一定是来自你的内心。而且我觉得，如果有方法能够，就是不是医美的方法，可能有一些更好的方法能够改善的话，我觉得也很棒。而且大家现在的审美都很多元化，就比如说可能像以前你是单眼皮，你就觉得大家都是双眼皮，但是你看现在有很多单眼皮的妆容啊，多好看呢，也很流行，会很高级。就是不一定你跟别人不一样的那个是缺点，我觉得反而那是你的特点。是的。就是其实大家要欣赏和接受多元化的美，黑也是美，白也是美，胖也是美，瘦也是美，就是每个人都是有美的特点的。是的，就是要能够很自洽的接受自己的这些特点。是的，我觉得还是要适当的保留一些个人的辨识度和特点。对，不能就全部一个样子了。对，是的。但其实比如说我们做一些医美项目，它很多时候是把我们每个人往同一个方向类型发展的。比如说我要打卧蚕，比如说我要做提升，比如说我要 build 嘴巴，都是往同一个类型上打。就是会不会大家就是做完医美之后会长得越来越像，好像似乎会统一大家的审美。其实我觉得像这些就只是填填补补吧，但是也会根据每个人的情况不一样。就比方说每个人的嘴型它是会不一样的，有的人就适合厚一点，有的人适合翘一点，有的人适合打微笑唇，有的人不适合。其实总体上你觉得它是填充一个东西，但是因为填充的每个地方的量不太一样，形状不一样，其实还是不一样的。但是嘴唇呢确实会随着就是年纪增大，胶原蛋白流失变得更加的干瘪。就是你们有没有注意到自己妈妈或者是奶奶的嘴都很瘪，就不会说像我们现在这样看上去很翘的嘟嘟的感觉，它其实是随着胶原蛋白流失会造成的一个效果。所以说呢，我们去填充这些东西只是让它容量变大了。就比方说它以前这么瘪，现在变宽了变厚了，它只是为了让我们年轻，或者是让我们这个地方有所改善。但是因为填的形状不一样，产品不一样，位置不一样，所以也是不一样的。我感觉现在的技术也很高级了。对，因为以前的话其实一看就感觉它好像动过这种，但是现在就几乎现在的医美是润物细无声的那种改变。就是以前可能会在一个部位注射一支，现在的话一支它可以用于全脸。就是其实时代也在进步，审美也在大家的审美也在进步，然后呢医生的审美其实也是在进步的。因为如果说你还是活在旧时代，活在蛇精脸的时代，没有办法与时俱进的话，那就是会被淘汰的。是的。所以就是现在医美界流行一句话，就是说让你一支就可以美得润物细无声。其实还是有说法的。听得有点心动了，审美也我是一个很好的销售，我现在感觉。好，最后其实我们来总结一下今天的内容啦。就是医美它其实是一把双刃剑了，它可以帮助我们变美的同时，但是它一定也伴随着一定的风险。所以大家在选择变美的道路上一定要保持好理智和清醒。对，真的还是要问问自己的内心，一定要问清楚哦。也问问身边的朋友吧。对，可以做功课。是的。在追求变美的道路上，然后保持清醒的态度和自爱的能力，其实比任何技术都要重要。是的，我觉得由内而外散发出来的东西才是最重要的。好，那本期内容就大概到这里结束了。好，每周五晚6点呢，请大家关注酷酷聊、优酷、抖音、小红书直播间正片，同时呢，也可以在 B 站、小宇宙、网易云音乐、喜马拉雅、荔枝查看正片哦。那最后呢，也欢迎大家在抖音、小红书的酷酷聊主页加入官方粉丝群，分享你们的感受，我们都会定时收看的。那这期节目就到这里结束啦，谢谢两位，拜拜。